站起来，然后打退了，可以啊，好的，漂亮，打倒。武僧义龙一个大意，居然被日本拳王击倒读秒了。就在被击倒之前，武僧义龙还占据着大比分优势。结果正因防守失误，却被当场 KO。击败少林武僧之后，日本拳王便以为在中国处于无敌难逢敌手，此人就是来华挑战的常客长岛雄一郎。这家伙是日本踢拳领域轻中量级的绝顶高手，来华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将大部分中国选手都挨个挑战了一遍。再加上这家伙每次出场总喜欢打扮出动漫里的女角色吸引眼球，至此不少拳迷粉丝将其评价为日本伪娘称号。尤其是中国的坦克邱建良刚刚获得羽量级世界第1金腰带，长岛雄一郎便主动对羽量级老大哥邱建良发起了挑战。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想要抢夺含金量极高的金腰带，开拓市场。当然，邱建良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拳王却没有丝毫的慌张，今晚说什么都要为武僧义龙一雪前耻报仇雪恨。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第一回合开始，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黑色拳套就是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出于对于比赛的公平性，赛事方特地将两位选手的体重都进行了一些调整，尤其是邱建良需要增重到轻量级迎战长岛雄一郎。尽管如此，邱建良的移动速度却依旧很快，长岛雄一郎短时间也很难找到邱建良的那位突破口。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而且粘性很强。这个日本选手，特别是长岛这一批的选手，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你发不出力来。进来了，前置，对，有点头前冲，裁判警告了。看对手是充分利用自己臂展的优势，哎，两个人臂展差的是4厘米。还是要小心啊，不能缠抱，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脑袋不要先朝着对手。我觉得这个对于长岛来说应该还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的执行其实没有像 Crush 和 K1。本场比赛对于邱建良而言只是一场简单的卫冕战，可是对于长岛雄一郎来说却是一场真正的翻身之战。那是因为长岛在中国打比赛输过赢过，比赛收入也顶多算是2线水准。可是如果自己能够在今晚 KO 击败邱建良，那自己将会瞬间成为明星级选手，前途无量。至此在比赛中大家才能看到长岛雄一郎非常拼命的接近邱建良那位拼拳，尽可能的要在比赛中打出致命狠招完成胜利。哦，前摆打到了。哇哦！旋风踢，这个挂到了这个对，这攻击范围还真是够远。哎，好，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邱建良今天一上来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哦，哎，这边对左摆应该是滑倒了。哎，滑倒了。那这个绕进去的左摆还是很有威胁，已经好几次，你看，哎，就是摇臂进去，左侧、右侧、左侧。而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啊，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又躲开了。转身后摆，这样很聪明啊，打起来，前后手。对，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没错。后手，对，这个是比赛来到第2回合，可能是长时间的进攻无果，这回合长岛决定施展自己的得意招式，一上来就进入邱建良的内围，施展粘性打法。这么做并不会被裁判记入违规动作，但是这也算得上在违规的边缘徘徊，就是要狠狠粘住邱建良，使其丧失理智。要知道，邱建良参加了那么多场比赛，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长岛雄一郎这种伎俩对邱建良来说就是不疼不痒，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前后手，哇，漂亮！连续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好的，低扫。
邱建良的这个挂高扫啊，这个很擅长这个。对，刚才平勾，然后得到一个白拳，漂亮。在绝对速度上呢，邱建良快，邱建良肯定要快，哎，爆发力更强。长岛看这肌肉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对，是那种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我看又开始了，对，那这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我就硬顶着你，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没想到邱建良只是短暂的后撤，就让长岛雄一郎感觉到了胜利机会，全然不做防守，直接再次挥舞拳法，准备进入邱建良内围。难道这家伙真的把邱建良看扁了吗？随即，邱建良在短暂的休整过后，也开始对长岛雄一郎展开主动进攻。既然对手打法如此不光彩，邱建良也要让对手好好体会一下挨揍的滋味。拳击的这种味道。是啊，长岛一个左摆打到了。我在邱建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邱建良好的，又是跟对手抱住，这后手拳把长岛拉倒了。大波打漂亮，左摆好的，前手击了，哇，长岛恢复的很快啊。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全力往前突了。扫踢，比赛来到第3回合，人人都知道邱建良是羽量级的王者，拳腿招式都十分出色。可是实际上，邱建良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机智的头脑与针对性策略。面对长岛雄一郎的频繁猛攻，邱建良也没有丝毫的慌张，继续控制好距离，实施精准击打。所以，长岛雄一郎想要统治中国拳坛的野心根本无法实现，很有可能会在今晚面临最狼狈的挨揍场面。后手打到了，刚才啊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因为发力进拳，长岛更长。对，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有效的进攻。高扫。我长岛还想补腿吗？对，差一点。好的，前手啊，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变。转身的后蹬，后手前手打退了，后手拳漂亮。左摆右摆，连续的进攻，我们看。那长岛这一边啊，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好的，漂亮，打倒。刚才邱建良应该是连续打了10几拳，这个一阵猛攻啊，叫停了。我们看裁判是连续的读秒，实际上在读秒之前已经是7秒啊。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邱建良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